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直入话题，今天要为大家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普洱茶又苦又涩就是好茶吗？现在的所有的茶商都在讲普洱茶又苦又涩，能化开就是好茶，口感丰富，变化多端是好茶。那今天普文用制作的角度为大家来解析你们被忽悠了30年的一个大概念。为什么普文要这么说呢？请听以下分解。我相信各位茶友在所有的茶商跟你讲的话题当中，普洱茶离不开一个苦涩茶气、水细度、回甘、生津、香气、喉韵、人体的通透度这些名词始终在伴随着你们耳边，一直在冥想着，潜意识的让你们都进入了这一个区域。怎么来评判这个普洱茶的好坏？又苦又涩，能化开是好茶。其实普文是制作普洱茶的人，我觉得非常好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伪命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让他们要说这样的一个话题？经过普文这7年的调查和了解，真正的从书种上去摸索和了解，发现所有的茶商、所有的茶农，你们自己都可以去做对比。台地茶刚种下的茶跟上百年的古树茶，请问是台地茶苦涩还是古树茶苦涩？你们做茶人喝茶人，你们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答案。话又说回来，在普洱茶制作当中，难道一定能制作出来苦涩的茶吗？答案是否定的。工艺问题，制作问题。请问白茶，你拿台地茶你去酿制你拿老班章、冰岛、西归你去酿制出来的茶苦吗？泡出来苦吗？白茶很不苦大家都知道白茶不苦，因为它没有破壁。苦涩是怎么做出来的？普文直接告诉大家，在传统的普洱茶制作工艺当中，你们会看到以前的很多的宣传的视频，很多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在制作茶当中拼命的在揉这个茶，也有人会讲解到揉这个茶可能揉半小时，还有手揉的，还有脚踩的都有。那这个茶苦涩是因为这个茶的细胞壁被破了，然后又揉捻，内含物质溢出的，在泡制的过程当中溢出过快，所以这个茶汤才会厚重。同样用8秒钟、10秒钟的时间泡出来，揉茶跟不揉茶苦涩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普洱茶制作过程当中，苦涩是可以在工艺上做解决的。所以很多茶友被人带进了这个误区，当苦涩和茶汤饱满度更高的时候，其实牺牲了什么？清爽度。这个茶的清爽度和甘甜度。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另外一个名词，茶气很多人喝茶认为苦涩重的那种苦涩厚重的就是有茶气，并不是。大家喝台地茶都是苦涩会重的，但是当你真正的去喝古树茶或者那种大丹珠之类的一些茶，或野茶之类的，非常轻，哪怕是你重揉它，相对来说较轻，但是你喝进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身体会被这个茶水作用一样，人有发热现象或者鼻腔通透了。这是一个好生态的茶，优质生态才会体现出来的，并不是打药施肥的茶才会出来的茶气，那些不叫茶气，没有这种身体的通透度。第3个误区，水细度。很多茶商会跟你说，你看喝这个茶水细度非常好。对，水细度确实以制作工艺上我们完全可以帮你们解决，不用担心水细度，太简单了。首先摊凉时间拉长，杀青的温度降低，及时的散热，轻揉茶，不要过重过多的晒量的时候薄晒，它出来的茶水细度一定非常好。生津取决于什么？首先第一个，茶原料的优质，还有制作过程当中它干燥的方式对这个茶非常重要。如果是高温干燥的，它的生津感这个茶明显就会下降，包括喉韵。当你高温干燥的茶，喉韵几乎没有，不要谈什么喉韵，只会锁喉什么深锁的喉韵没有。所以说普洱茶制作
过程再制的这个方式才展现出来了生津和回甘。比如说像绿茶，高温烘焙的绿茶，像龙井直接炒干的像直接高温烘的绿茶，它就不会产生这种喉韵什么快到肺部，不现实。别讲那一套香气香气是怎么产生的？其实普文在很多视频当中一直为大家总结了，树种香固然有，但是很微乎其微，尤其是制作普洱茶的树种，它很微乎其微，大径相同，但是唯一能让它香气变化的在于它的茶青含水率变化过程当中发酵程度的不同，产生不同样的香气。其余如果它没有发酵，非常轻微的发酵，它就是清香甚至糖香。如果茶青有发酵，可能产生花香比如说蜜香，你只要重揉它，每一个茶每一款普洱茶都有重重的蜜香，这些都是制作工艺上可以去改变的不要因为茶商跟大家说苦涩能化就是好茶，我可以制作不让它有那么苦那么涩都可以。难道普洱茶定性就是苦涩的吗？我相信我的很多茶友一定喝过苦涩不强茶气很足的普洱茶，难道没有苦涩就没有生津回甘吗？这都是屁话，都是骗人的这都是噱头，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茶而讲的噱头。普文十分反感，因为这波人其实不懂制作，唯有知道它生态的好坏，决定这个茶原有的品质，然后再通过好的制作来降低和减轻这个茶的苦涩，让人喝着舒适有愉悦感，并不是苦涩能化就是好茶。因为做不出来那种好茶，喝着又甜，喝着又有茶气，喝着又有生津又有回甘，它做不出来，只能这样解释。这是误导了普洱茶有30年了，30年的误区。任何茶我要滋味重很简单，我揉半小时它就滋味重了，并不是因为某个产区而滋味饱满出来的什么丰富，别再听这些鬼话了。我们喝茶人能不能喝一点生态的好茶，能不能生态的好原料喝一点，这才是最真实的。能不能喝一点真正的所谓的苦树具有茶气的，不要喝一些打农药有化肥的茶，不好吗？非要花几千几万几十万去买所谓的炒作的名山名寨，需要吗？有可能几十万比不上几千的，很正常。喝茶适口为真，喝茶的体验跟自身的身体、茶原料的生态跟制作的工艺都有一定的关系，其余的都是锦上添花，夸夸其谈，制造噱头，为谋暴利而已。好，普文今天的话题非常沉重，可能颠覆了茶友这么多年喝茶的一种观念，但是普文坚信的一点，生态优质的茶将是未来的主导，请大家期待。你品，你细细品。今天的视频就讲述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节目见，谢谢大家。